从高中时候就开始的出体的经历，看到的那些世界，能不能描述一下？好，大家好，我是 Neil。大家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科学上的东西，或者说是非常严谨的东西去看待。最早的话是在高二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大型的那种寄宿制学校里面读高中嘛，然后我们一般就是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凑，像中午的话就会有那么20分钟或者30分钟可以午休，然后的那种很短暂的午休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睡着，就只能说是躺一会儿，就这种感觉。然后就在某一天，就是高二的某一天，就是在午休的时候，我躺着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就是最先的感受是感觉到有一种地震的感觉，就是因为是那种上下床嘛，上下床就是我是住的这个上铺，上铺的话，我当时就感觉有点像是在地震嘛，我就想是不是我的下铺它在动，或者说是要么地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也不是很严重，就是我还是接着躺着去继续休息，就是没有醒过来，然后继续就闭着眼睛休息，然后这种震动的感觉它就越来越强烈，最后它就转变成一种电流的感觉，就是这种电流的感觉，它就是沿着你这个脊椎，然后一下就冲上你的脑门，然后你可以看到非常耀眼的那种金光一样的光线，就是从你的身体里边，然后沿着你的脊椎，然后一下冲出你的脑门，然后你就一下子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这就是我第一次的那个出体体验。然后那个世界它非常的阳光明媚，就是比我们这边的那种大晴天还要晴天，就是那种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然后就是非常光亮，非常鲜丽，然后那边的风景也很漂亮，就是天也很蓝，然后也有那种山峦嘛，还有那些植被都非常的翠绿。有意思的就是你进入到那种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感官都被放大了很多倍。就比如说你的耳朵可以听到非常遥远的声音，你的眼睛可以看到对面山上的一个小细节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的身体是那种，因为我没有关注我的身体，我主要就是看到我的视野嘛，但是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移动你的视野，就有点像是你在那种比如说游戏里边它有一个那种摄影模式嘛，你可以按照你的那种想法去上下左右移动嘛，就类似于这种吧。哇，或者说是不是就是打那种真人的那种什么反恐精英之类的枪战游戏，然后挂了之后，你就可以就是看到所有的队友，看到敌人，然后全局360度移动。啊，对对对，就是这种，就是你可以自由的移动，但是它这个移动速度很快，就是不像那个 CF 里面，它可能就是限制了你的这个移动速度了，它那个就是就像嗖的一下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完全你说，那你能看到你的脚吗？你是直接像那种腾云驾雾，就像《西游记》孙悟空他们腾云驾雾飞的，还是说你是飘的状态，还是说是一种没有肉体的零的状态，瞬间移动？我那个时候因为是第一次嘛，就是我没有想着去看我的身体怎么样，我就只能看，就只是在看我的眼前这个视野，我没有去看我的脚。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没有看，就没有去看自己的这些手啊脚什么的，就是完全就是去感受自己的这种五感嘛，就是自己的视觉、自己的听觉，还有自己的这个空间移动能力。然后这次感受之后，因为它很短暂嘛，因为我们午休也就20分钟左右，然后
很短暂的我就闹铃响了嘛，然后就醒来了。醒来之后，他醒来的过程也是挺奇妙的，他有点像是什么，就像是河面上有一个漩涡，然后你被旋进了这个漩涡里边啊，就是你会感觉到自己像被吸进了一个漩涡，然后这个漩涡一下子就回到你的身体，哇，然后你就醒来了啊，这就是我第一次的感受。然后这次感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了解这方面的理论，因为我一直觉得那可能只是一种梦境嘛，就咱们平时也会做梦嘛，对不对？或者只是一种脑子里面的幻想。然后呢，但是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自从那第一次体验之后，因为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身体有一些变化，包括我的这个精神力也有一些变化，就感觉自己被充满了电，你懂吗？就是满血复活。就是像以前的午休的话，因为时间很短，然后可能也休息不会很好，就是精力还是比较疲惫的，因为我们呢学习压力也很大嘛。但是这一次的话，因为是出体体验嘛，所以回来之后就感觉像是满血复活了，就像你说的，精力非常的旺盛，就感觉自己一蹦就能蹦很高，然后自己的那个神智也非常的亢奋，就是挺特别的，就有点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哇哇哇！哎，那你就是睡觉实际上是睡20分钟，而你出体的时候，你在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时间感知大概是有多久？我觉得也挺短的，就第一次出体的那个世界里面，它的时间感知可能也没有很久，也可能也就是出去了几分钟，可能有5到10分钟吧。哇哇！那你当时只看到了一些风景，就是场景，没有看到什么生物啊、人呐这些东西，是不是？对，我主要就是看到了非常艳丽的那种自然风光，然后蓝天白云。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就跟那个海奥华预言的那个他们那个高等星球特别的像，就是所有的颜色就是特别的艳丽，然后就能把人美到那种晕倒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类似，我觉得。对，就是它那个光线非常的强烈，就像那种大晴天，然后颜色的饱和度也非常的高。对，就这种感觉。我记得就是宇航员嘛，就是那个神舟10几号的宇航员，他在出舱之后，然后他就说他那个状态当中就感觉到阳光，在太空当中你看的那个阳光是没有什么大气层给它稀释过滤掉的，就是就是非常的那个鲜明明亮，而且照在宇航服上的你会感觉到那种充满爱的那种温暖。对。然后就是我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你说你在那个寝室的上铺嘛，你先是躺着的状态，好，后来你出体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人不是平躺着嘛，那样子头应该是对着墙还是对着哪？好，那你头是对着墙的。对，那你就是出来之后，那是穿墙了还是就是跑到上面去了，还是说我觉得他肯定不是说从这个墙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他完全是进入了另一个时空的感觉。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就是随着那个电流，他一下子冲出脑门，我一下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对，他就完全没有肯定不是地球上的感觉。对，就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说是会撞到墙或者怎样，就是一下子被传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对。那个世界的那个氧气浓度怎么样？你呼吸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像在青藏高原上面比较吃力，还是？我觉得他是在那个世界的时候是变成了更类似于一种纯粹的观察者，而不是那种就是有一种沉重的身体感很强的那种存在状态。就是他的观察和感知能力超强，但是并没有特别察觉到自己的这个是用什么在观察的。我觉得就是像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没有呼吸，就是当时就没有察觉到自己有呼吸这回事儿。这个很真实，我觉得。凯文，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就是评论啊，或者说我觉得你我就觉得我我在猜测，他第一可能去的是一个是灵界的这样一个空间时空，它跟我们的普通的宇宙的这种物质世界可能不是一样的。第二种可能就是类似于海奥华预言的那种，就是特别高等的星球，它的颜色呀、它的光线、色彩是非常非常美的，然后是超乎人类想象的。因为当时米歇在海奥华星球的时候，那个外星人就告诉他说，你接下来可能会被这个美景给就是说像醉了一样，像晕了一样，因为这个光线对你来说太美了，太艳丽了，你是在地球里没有见过的这种，就是我觉得有这两种可能性。对，我们那个就是只要是说有了一个肉体之后，那相当于都是被锁在了那个就是无感的那个矩阵当中嘛，就是你感受到整个世界一切的那个就是像那个输入的信号都是来自于视觉、味觉、听觉，对，都被过滤掉了，都是。那我就想问一下，他当时所体验到的那个感觉，就是它是类似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景色吗？还是说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跟咱们生活中的景色很像，只是你的那个光线还有那种色彩有点改变，还有就是你的感官有所改变。就是我在现实中可能是一个近视眼，但是我在那个世界，我的眼睛非常的锐利，而且它已经不是那种正常人的那种视觉范围了，就是它可以看到可能几公里之外的一个细节都可以看到很清楚。明白，就是所有的感官都功能被极大的放大了。那我就是有第三种猜测，就是可能还是处于我们地球上的某一个空间，但只不过你是以这个纯粹的灵体，这种观察者的身份，再去观察，所以说所有的感官都特别的强烈，就也有可能是没有离开地球，只不过是以灵体的方式去体验了。对，有可能。哇，那后来。就是出完体之后满血复活嘛，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很奇妙的体验啊。应该是说，是不是说通过那个状态，在另外一个世界吸收到了什么天地宇宙之间的那种精华与能量？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因为通过他后来的那种比较正面的感受，我觉得可以推断他去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怎么说，可能是能量啊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地方，肯定不是说是那种。特别低频的呀、痛苦的呀那种空间，因为如果说去过那种地方，回来之后肯定感觉心情很压抑，很沮丧。但是他的感受是非常的亢奋，然后充满了精力。我觉得他这个经历肯定就是说是一个好的经历，而且去的地方应该是能量啊、加持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对。但我当时就觉得，只是一种。梦嘛，或者只是一种头脑里面的想象，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出体的概念，就是没有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对，这个心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真实，所以一听就是你真实的体验。对，那后来怎么样了呢？就是最后你后来是怎么样掌握到的那个公式，那一套方法论？后面就是因为第一次他给我带来了非常那种美好的体验嘛，我就后面就特别想再体验一次。你理解这种吗？就是我也想啊，很正常。对，我出完体之后，我一直都在练习。前几天嘛，就是有几次我感觉差一点就要出到体了，就是那天在那个什么地方，就是爱尔兰，我们这边有一条那个废弃的一条那个50多公里长的一条那个老的铁路嘛。然后就被开发成了一个主题公园，就是相当于所有人你可以骑马、骑车啊，然后步行啊，但是就是那边就是非常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周围行人也很少，你遇到的话，行人都会给你打招呼的。好，然后后来我就在草地上头，就是它这边因为很难得你可以夏天的那种阳光，尤其它纬度比较高嘛，阳光的那个强度也很高，我就在那里一边冥想，然后一边去听大悲咒。大悲咒，然后就是听到前奏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哇，大脑就是在那个天灵盖那个就是那个头骨那里就哇，感觉有一团那种急促的电流，
然后但是后来我想我要处理，可能是因为你太执着了，反而最后我就感觉到那这是不是太费能量了？我肚子开始饿起来了。然后你一旦有那个饿的意识之后又醒悟了。也不是饿吧，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太执着了，就是你越是要放轻松，你才可能会到那个地方去。你要是情绪一紧张起来，可能就很难了。对，就是在同一天嘛。我有位美国朋友，他说他那天梦到我了，就是因为美国他那个时差跟爱尔兰，他正好我在那边就是准备练习处理，我在散步的那个状态，可能就是他睡觉做梦的时候，他梦了，他跟我在那边，然后就是而且我穿的什么衣服，然后周围的那个景象嘛，周围那什么蒲公英那些东西都是，我说这不是就是我昨天刚刚漫步的那个地方吗？散步的地方吗？我觉得这真的是，你要说有一些朋友他梦到你，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平安？你不是前面不是说了吗？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平安？可能就是此时此刻，因为我们之前的各种就是因缘吧，就是导致有些朋友他们可能梦到我们，而且他们为我们祈福，或者说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好起来。你不知道，可能他就是超越时空的那种概念，然后他对我们、就是一些比较内在的连接，对，有一些好的祝福，有可能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活在某一些朋友的梦境当中。对，有可能，就是大家的能量都是有连接的嘛。对。那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呢？就是你第一次这个经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后来就是我自己摸索嘛，就摸索了一套出体的方法嘛，就是纯靠自己的对，就靠自己的摸索，没有看任何的理论。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懂这个东西是出体，就只是想知道怎么再体验一下上一次那种感觉，因为那种感觉带来给我的正面效果太好了，就是让我的经历非常的好，同时我的那种愉悦感也很强。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后面就是每次午休的时候，我都会就是躺下去，然后去感受嘛，就是我不会像之前睡觉那样，就是尽力的想办法让自己睡着，我会就是躺下去，静静的去感受我身体产生的变化。就后面我就慢慢摸索到了一个出体的方法，就是给你们讲一下我的方法是怎样的啊，就是先找一张床，然后躺下之后呢，你让你自己的意识保持清醒，但是呢不要去想别的东西，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但是要醒着，然后但是也不要太醒着，就是有一点醒着，然后让自己就是接近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然后对，到那个时候我的身体我自己的身体就会感觉到像是结痂的感觉，我自己来形容它就是结痂的感觉，就相当于我的身体表面就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一样，就是它是从脚上开始的，然后一点一点的，你可能很清晰的感受到它是从脚上，然后一点一点的往上蔓延，然后一直到你整个身体完全被这个冰痂或者说是这个冰壳给冻住，被封印的感觉。对，被封印的感觉。然后这种感觉到来的时候，就是出体的时候了。就这种时候到来的时候，你的灵魂就可以开始离开这个身体了。就是你只需要你的灵魂从脚开始一点点抽离，然后最后完全出去的感觉。它也不是说灵魂从脚上抽离，就是感觉自己像是被冻住了，自己的身体被冻住了，然后就是你的知觉好像都已经被封闭掉了，这些感官什么的。然后就是你被冻住的部分是有那种麻木的感觉吗？就觉得逐渐失去知觉了，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感知不到了，有点。对，就有点像是感知不到了。但是是不是类似于鬼压床的那种？有一点，
接近吧，就是鬼压床跟出体也蛮像的，它也只是出体的一个状态而已。就是像鬼压床的话，它其实就是你身体和灵魂它刚好是卡住了，就像是你把一个东西放到另外一个容器里边，但是它可能不是非常的契合，或者你放的那个角度不太对，它就卡在那个位置了。卡在那个位置之后，你就会感觉自己好难受啊，自己明明感觉已经醒过来很多了，但是这怎么就动不了啊？然后说话也说不出来啊。对，但其实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放松一点，就是放松一点，你就可以选择醒过来，或者说出体都可以。这我个人经验。对，就是越是紧张越是对抗的话，就是在鬼压床越是动不了。因为我有过好几次鬼压床的经历，是这样的。但是你要说鬼压床的时候看到鬼，那只有一次，但是你也不能说是看，就是我一鬼压床，我想哪里有鬼啊，然后一想到了前一天听的一个鬼故事，说有一些那些灵性也不是好的坏的嘛，就是像你看到了路人，也有可能有些怨气比较重的，就我一想了，那马上就心想事成，我感觉就你看到是看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你说实话，就是我就感觉有一种什么，就是那种源自于我内心当中的有一种很巨大的恐惧在压迫着我，好像要吃掉我一样。然后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是晚上嘛，所有也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没有别人，都是黑的，然后就特别的恐惧。后来就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受到其实最大的那种所谓的鬼，那种恐惧，它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对，其实大部分鬼都很弱，他伤害不了你的。还有一次就是这也是最近的一次经历，对，就是你说到的那种鬼嘛，因为爱尔兰它不是前几年就是有一个就是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大的一个女孩子，她在跑步的时候，然后被一位就是中欧某个国家的就是一个男的给她直接给拿刀给捅死了嘛。好，然后因为爱尔兰它治安比较好，然后而且国家也比较小，然后出了一起的话，全国人民都那个就相当于给他守夜啊，然后你可以随处在一些那个郊外，因为我住的这个小镇离他的家乡就很近嘛，对，然后你可以看到郊外就有些地方摆着一些他的照片啊，还有一些花环去纪念他，当然那些也不是他的家人，只是一些就是其他的爱尔兰人。好，然后正好就是我不是说我在一段那个老铁路那边去有时候漫步嘛，对吧？好，然后就是那个老铁路上头就会经过有一些那种高架桥洞嘛，然后根据有一些就是道家的说法，就是说像那种桥洞它是那种就是像鬼或者说灵性灵魂聚集的地方。好，然后那一天好巧不巧嘛，它是一个阴雨天，然后我经过桥洞的时候正好是那个在听大悲咒，然后哇那一听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有一种感动想哭的感觉，我好像感动到了，就是感受到了那种三生三世的那些就是那些怨灵吧，那些受伤的灵魂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就是哀伤，然后我就很想来就是替他们超度一下，哪怕只是相当于沧海一粟，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后来而且因为你经过桥洞的时候，它是有那种回音嘛，而且它首先有一个阴影，然后第二的话它有一个回音，然后你再放着大悲咒，然后大悲咒它那个旋律它那种共振嘛，真的是就是让我内心产生了那么一丝的波澜。像这种比较阴的地方确实可能会聚集很多的这种灵体。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就是因为爱尔兰这边的那种房子都是木头的嘛，下面都是那种木板的，不怎么隔音。好，然后像我室友住在我楼顶上的然后我以前呢就是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以为是我室友的声音睡在我上头的，但是后来他搬走了之后还能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我就想哇，那这不是闹鬼了吗？甚至说有时候放暑假了都走了之后，我还是能够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后来我就听说，就是按照科学的说法，你是说那种就是因为毕竟木头的房子它那个受到热胀冷缩嘛，受到那个气温的变化，它会那个就是它会动，但是你要根据灵性的说法，有可能是有一个幽灵在这里
但是我只要跟他你听到的是连续的声音，脚步声，还是就偶尔嘎吱一声啊？如果是偶尔的话，我觉得那就不是什么鬼魂的，就是那个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有一说一，应该是偶尔，对。如果偶尔突然有一声，那个是很正常的。你要是说你听到连续的脚步声，那个就另当别论了。对。但是我那位美国朋友，他说因为他是真的是，听到了连续的。因为那就有问题。他是住在就是美国新英格兰，就是那种就是之前13殖民地叫新罕布什尔州那边的有一个大概有200多年，老的那么一个那种房子，石头的房子啊。然后他说他那房子里面就是他能够感受到有2位幽灵，2位幽灵。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房门明明是关着的，第2天却被人打开了，甚至说有一些柜子啊、花瓶啊都被移动了，那肯定是幽灵想跟他玩恶作剧啊。然后他妈妈灵性更高，因为一般就是他们都是那种学钢琴、学小提琴，我觉得一般学艺术的人通常就是灵性的感知力会强一些，因为像这个世界的本质都是振动的频率嘛，对吧？我们只要跟那个调频调好了，那可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那种世界。好，然后他妈妈就是反正是那种就是美国在剧场里面来演奏钢琴的那个相当于钢琴表演家，也是那个钢琴老师啊。他就说能够跟那2个幽灵对话，发现其中有一位幽灵呢他们可能都200多岁了嘛，他住的那房子相当于是那种低配版的暮光之城嘛，你可以想象。好，有一位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性，20多岁，可能是因为一些意外去世了，所以她有一定的愿力。但是另外一位呢，他是可能就是7老80的他稍微要平静一些。但是说他们都不是坏人，你只要跟他好好的那个沟通，他们也许是这个房子100多年前的主人，你跟他好好的沟通，你包容他他也许顶多就是恶作剧一下。对，孤魂野鬼不一定都是坏的，这个我认可，就跟人一样。对，而且他们一般来说也没有什么作恶的能力啊。对，也没必要。对。哎，你为什么说他们是比较弱的？你是感受到了什么，还是说你通过读书的时候你发现的有什么说法？我之前出题也感受到过，就是跟灵体有过接触，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多都没什么恶意，有的就是可能想找你一起玩玩吧，或者说是看这有个人快出体了，拉他一把。哇。然后反正就是其实他跟人类世界挺像的，就是坏人终究还是少数嘛。就很多可能就是有好奇心那种的啊。对，好多都只是好奇心而已。他没有必要无缘故来害你什么，或者是吓你什么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出体之后，我现在也不怕这些东西了。以前的话，因为比较唯物嘛，然后但是也不是那么坚定的唯物，就还是觉得鬼这种东西好像还挺可怕的，就是因为看那种恐怖片嘛。现在都没这种感觉了，现在就觉得有就有呗，反正到处都是。那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是可以交流吗？还是通过什么方式？我至今为止没跟他们交流过，就只是跟他们有过肢体接触。肢体接触，哇塞，这个也挺震撼的。是人形的吗？是什么颜色的？我接触的是人形的。颜色我看不到，颜色我就是一种触感而已。我看到的有一些那种就是光球嘛，就是五颜六色的光球有看到，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灵体，也可能不是，不好说。光球的话应该是，因为有一些书上包括太上天书也讲过，就是一般都是球状的，然后有颜色的，那个就是高维度的生命在我们3维世界的一个投影就是我们只能看到他们这个形态这个应该是。那光球是白色的还是绿色的还是五颜六色的？它没有白色的，我倒没见过，我见的多的都是那种蓝色啊、绿色呀、紫色呀、红色呀。哇，
哇，那这个太真实了，你这跟书上描述的是一致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海奥华那本书吗？还是什么书？就是太傻天书也提到了，就是太傻天书哈，对，就是第4密度、第5密度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有颜色的光啊，一个光团哇，那他们可以移动吗？是你那它居然是一个光团，你怎么还能跟它有肢体接触？或者说光团我没跟它肢体接触，我是说跟那种人形的有过肢体接触。那人形你是能看到一个大概是什么？是黑色的影子吗？还是什么感觉？就可以描述吗？我不是看到的，我就是触感感觉到的。大概是一个人的这样直立的一个感觉是吧？就是他们去摸我的脚嘛，去扯我的，扯我的脚，我能感觉到他们有手嘛。哇，就是一种触感对，就是一种触感。我最开始接触到时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但是后面也觉得好像这也是很正常的吧，就像是大家很好奇嘛，就是突然我们这个空间来了一个新的朋友。对，就像幼儿园小朋友搞恶作剧。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也是高维度的外星人，就是人形的这种外星人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也不是以这种纯物质的身体存在的，他们可能是星光体啊、能量体这种，但是也是具有人形的这种，像你说有手有脚的感觉，所以可能你刚好处于他们的那个次元密度当中，然后他们就对你进行一些轻抚啊，或者好奇的摸一摸，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不一定完全是灵体，可能是另一种层次的生命体。但是我觉得也不要把他们都想得太好了，就是就像我们那个我们跟人接触也是一样的嘛，就是一个陌生人，你还该有的戒备心还是要有的。对，就是也不能太过于去对他们，不要觉得他们都是友善的小朋友，有的可能就是带着目的来的。对，就是跟人相处是一样的，就是互相尊重嘛，你不要伤害他，他也不会伤害你。对，然后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也不要太自来熟，就是一点一点接触。对，有一定的边界感。对，要有边界感。毕竟我们对他们是不了解的。是这样的。对，那你还看到了有哪些世界啊？就是前面描述了你第一次出体的是看到了类似于地球的这种状态，那有没有其他的那些比较有意思的？有啊，有很多，就是我有出体到过那种像是完全卡通一样的世界。哇塞，就是像动画片里面一样，它里面所有的生物全都是卡通造型，而且非常的有创意。哇，有点像是像那种动画片了，穿越到动画片里边去了，很有意思。它是2维的还是3维的呀？3维的。啊，就是那种很 Q 版、特别可爱的那种。对，非常的卡通，非常的有艺术感，我觉得。哇，然后还出体到一个世界，就是它整个世界的那些建筑，还有那些就是那些物质啊，好多都是水晶拼成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世界也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就是他们的那些建筑啊、车子呀，也不叫车子吧，就是那些交通工具什么的，好像都镶满了那种水晶一样的宝石，那个光芒非常耀眼，然后非常绚丽，那个世界很华丽，就像那个凡尔赛宫一样，比凡尔赛宫还要凡尔赛。琉璃世界的感觉。对，琉璃世界的感觉，是不是像东海龙王的水晶宫？反正非常，你如果去了的话，你感觉到这个特效怎么能这么好呢？比那个电影做的特效还要逼真，因为它是你真实到了那个世界里边，而且那个世界
它的色彩啊，你的视觉啊，你的五感啊，都非常的有那种神通嘛，所以就是给你的感受特别的震撼，印象也非常深刻。就是可能这个去那个世界可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是我还是能够记得。对，当时很震撼。那你也看到他们有人吗？或者生物吗？那种的？对，有生物，但是我没有跟他们接触。哦，就是也是在观察。那他们的就相当于我们形态是人类的形态吗？有点接近人类的形态，但是很多地方不一样。哦，那应该是外星球哦，宇宙当中的其他星球，应该是这样。有可能吧，就是这个我也不确定，就是感觉很好，然后觉得记忆深刻而已。还有就是还有很多就是出体到我们这个世界嘛。它其实不叫我们的这个世界，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 3.5 维的世界吧，如果准确来形容的话，就是我们是3维的话，它可能就 3.5 维。3.5维，就是这个可以开启下一个话题，因为还有1分钟。3.5维的世界，就是它是现实世界的那种模样，但是你就是一个灵体，有点像是鬼魂。好，那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感谢，非常非常感谢二位。好，那我们再重开一下，对，重开一个下一期。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